你知道一个满脸慈笑的老太太有多恶毒吗？只因服务员上菜慢了2分半钟，她就诅咒人家肚子中的婴儿该死。What'd you just say? I said your fucking baby's gonna burn. 老太这句话瞬间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注意。服务员一听也是怒骂一声，扬长而去。本以为老太会因此有所收敛，却没想到她不但开始变本加厉，甚至还开始诅咒餐厅里的所有人。旁边的女人想要劝说她，也同样遭到更加恶毒的咒骂。因为妻子被骂，旁边的男人顿时忍不住想要去教训老太。但可怕的是，老太这时突然抱起在她的脖子上种了一个大大的草莓。餐厅厨师见状，拿起平底锅就砸了过去。然而诡异的是，老太不仅没有丝毫痛觉，甚至她还直接变异成蜘蛛侠样爬上了天花板。大白天出现这么怪异的一幕，惹得现场所有人都慌了。餐厅老板见状也毫不犹豫开枪射击，可他不但射不到速度奇快的老太，反倒还被老太一巴掌打飞了数米远。另一名叫吉普的小伙一见这场景，也立马捡起了枪。但要打死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他来说还是有着不少压力。这时老太又径直向着吉普漂移了过来。原来是另一个客人开的枪。随着老太倒地后，餐厅也恢复了宁静。好在也就只是被种草莓的男人受了伤，不过现在他已经血流不止，其他人顾不上那么多，也只能将他送往医院。可他们却不知道，这才是这场灾难的开始。首先是他们前往医院时，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诡异的景象，紧接着他们又听到了大量苍蝇的声音，然后随着他们来到黑雾跟前的时候，大量苍蝇瞬间出现，将他们给吞没了。这边的吉普还在为自己的软弱懊悔着，也就在这时，外面又响起了什么动静。店长一听跑出来一看，才发现是去医院的那几个逃回来了。同时他们身后还跟来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好在这些苍蝇并没有停留，他们好像有着别的目的一样奔向了远方。而随着苍蝇走后，路上突然开过来了一辆警车，本以为是有人将这里的事报警了，却没想到车上居然下来了一个怪异的男人。来人的一脸凶相，也惹得店长又警戒了起来。 Teeth, goddammit! Let me see them. No shark teeth, Bob. 确认来人不是怪物后，他们也放下了戒备。来人说他叫米迦勒，他来这里是因为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了，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这场灾难。米迦勒还带来了大量武器弹药，他将带来的武器全部分发给现场所有人，就连那个孕妇都不例外。从米迦勒口中还得知，他口中的他们就是像老太的那种怪物。为了自身安全，他们撤回店内，封死了门窗。接着就来到了晚上，但也是天气刚暗下来，这里的电力系统也失效了。无奈他们只好来到屋顶警戒。可他们才刚来到屋顶，就听到了冰淇淋车的声音，接着一辆冰淇淋车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这时米迦勒也提醒他们子弹上膛，因为这就是他们要来了。也就在他们才刚做好准备，冰淇淋车就来到店前停了下来。此时就连店内的其他人也紧张到了极点。这时候车上也随之下来了一个厨师样的人，但他的行为却非常怪异。他在闻了闻面前的空气后，竟然就怪异的张大了嘴巴，接着手臂又以怪异的速度变长，然后下一秒他就变成了细狗版大猩猩，向着众人冲来。果然细狗就是细狗，中看不中用。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个细狗只不过只是个先头兵。在他倒下后，后面公路上顿时整齐划一开来了大辆轿车，甚至上面开车的人全部都在以一种诡异的频率震动着。米迦勒见状立马就命令众人开枪，但现在的情况是敌众我寡，他们那几杆鸟枪根本无法阻拦前进的车队。米迦勒见状又只好拿出火箭筒来射。随着爆炸的停止，车队也停了下来，并且上面的人都在同一时间下车。他们整齐划一，目的明显就是眼前的小店，甚至队伍中还有年幼的小女孩。只不过这些人好像看着都已经不再是普通人类。米迦勒看到他们在发呆，也是率先开枪，并大喊说他们并不是普通人类。可即使是这样，一个怪物还是突破了小店的窗户，并且一进来就拖着被咬的男人往外走。其他人一见又上前阻拦，可这些怪物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人能抗衡的。眼见就要连孕妇都要被拖出去的时候，米迦勒突然杀了回来。但即使是这样，被咬的男人还是被拖了出去。同时屋顶的人也发现这些怪物撤退了。不过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店，一天内就发生了这么多怪事，这也惹得店长产生了大量疑惑。于是他也顾不上那么多，就开始逼问米迦勒。看着他这么愤怒的眼神，米迦勒也终于说出了这一切的原因。原来米迦勒是上帝创造的天使之一，在长达几千年服务上帝的时间里，米迦勒发现上帝又准备对人类实施毁灭性打击，甚至为了这次毁灭，上帝更是派出了所有天使军团前往附身人类。虽然一直都是上帝的左膀右臂，但这次米迦勒的态度变了，因为他发现在现在的人类中存在了很多像吉普这样博爱之人。他不仅对
对自己低微的工作没有丝毫怨言，平时对所有人都永远保持一颗善良之心，甚至对于自己女友肚子中不是自己的孩子，他都能依旧无条件深深爱着女友。所以米迦勒想阻止人类的这次毁灭，于是他趁着上帝沉睡之际逃到了人间，并且为了不被其他天使追踪到，他趁着雨夜就切断了自己的天使之翼，从此变成一名普通人类，脱离了束缚。也是由于没有了天使的力量，米迦勒将目光盯上了警局的武器库。然而也就在他刚获得想要的火力，准备出逃时，竟然意外遇到了半夜巡逻的警车。更令米迦勒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两个巡警，上帝居然追踪到了他，并附身了其中一人。他的状态就和餐厅老太的状态一模一样。 What are you doing, Michael? Please watch your orders. 不过好在他的附身并不能使用他的力量，所以最后也给米迦勒逃脱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上帝提前开始了他的毁灭计划。而现在唯一能阻止他的就是吉普女友扎莉肚子里的孩子，因为她怀上的是天选之子。现在唯一能对抗上帝的也就只有天选之子的力量。只要他们能强撑到扎莉生下孩子，就能阻止这场毁灭灾难。米迦勒还说，全球所有意识薄弱的人类都已经被上帝的天使附体，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援军，所以想要活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战斗，并且他们下一轮攻势只会更加猛烈。为了自己的性命，他们所有人也只能听从米迦勒的话，轮流战斗。不知道是上帝怜悯还是另有所图，小店成功安全度过了一整晚。然而也就在所有人熟睡的时候，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突然被什么东西吵醒，她以为是自己丈夫逃回来了，于是便循声而去。接着她就看到了被绑成十字倒挂起来的丈夫。看到这一幕，女人直接吓出了声，因为她看到丈夫的身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看到丈夫受这种折磨，女人也没忍住，她不顾其他人的阻拦，强行打开了封闭的后门，然后直奔她的丈夫而去。这时店内的厨师见状，立马就追出来阻拦，可他们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阴谋。说到这里暂停一下，请问你想找对象吗？找对象别凑合，上牵手，里面大多名校毕业，既要条件合适，又要三观契合。找对象就来真的，牵手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封。找对象就用牵手。虽然厨师成功将女人抱回了屋内，但她却被丈夫爆炸喷出的液体将后背腐蚀的只剩下了一堆白骨。女人也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被控制了起来，可她却并没有因此变得老实。只见她一直在那里怒骂着这一切都是女儿的错，不是因为她，他们一家也不会出现在这里，并且看着她好像萌生了一些邪恶的想法。不过好在这时小黑出来阻止了她继续下去，女儿无奈也只好离开她去拨弄收音机。在她的一通拨弄下，收音机居然开始有信号收到了新闻，但可怕的是，新闻上已经开始播报全世界都遭遇了怪物袭击，现在全世界都已经乱成了一团。不过好在意识坚定的人们组建了一支能抗衡怪物的队伍，并且从新闻上的消息他们也得出，这支队伍的大本营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山那边。他们想过去投奔这支队伍，但却遭到了米迦勒的阻拦。米迦勒说孩子很有可能在今晚就会出生，所以即使他们想要去到那里，也必须得等孩子出生后再去，不然要是孩子在路上出现个什么意外的话，那么对于他们对于地球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无奈他们也只好听从米迦勒的话，继续留下来对抗怪物。很快时间又来到了晚上，本以为这将又会是一场大战，却没想到的是，小店的电力居然诡异的恢复了，并且没有任何怪物的痕迹。然而也就在所有人都在观望的时候，一辆轿车突然开过来了小店，本以为会是怪物，可车上却下来了一个男人，并且上面还载着一个小女孩。这时另一边又开过来了几辆车，小黑一看便想到这可能是陷阱，一个引男人和小女孩来这里的陷阱。他大声喊着让男人赶紧回到车内，可这时其他车却直接过来撞飞了男人，很明显是一群怪物。他们不顾一切，直接将小女孩从车上抱下来，开始要行凶。小黑见状也是毫不犹豫跑了出去。然而令人再次没想到的是，就在小黑刚救回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竟然慢慢哼起了歌曲，并且猛地一抬头，直接咬向了小黑的脖子。看到这场景，屋顶的艾丽也没忍住跑了下来，但她一把手枪怎么可能是这些怪物的对手？子弹打光后，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便立马躲到了车内。屋内的扎莉见状，想让米迦勒过去救人，不然的话她就自己出去救。没办法，为了孩子的安全，米迦勒也只能单枪匹马出去救人。好在凭借着几千年来的战斗经验，他成功突破至车前，并利用加油站的汽油消灭了不少怪物。然而令他们还是没想到的是，刚刚那个被附身的小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进了小店，并且拿着刀就直逼扎莉而来，甚至在被发现后，他又关闭了店内的电力系统。虽然处于黑暗之中，但好在米迦勒对他们的手法了如指掌，所以他们直接就乱射消灭了小怪物。同时他们也发现，扎莉也因为刚刚那通战斗即将临盆，见状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给他接生，可能是因为天选之子即将降临，上帝好像也要亲临人间了一样。
不过幸运的是，扎利成功在他降临之前生下了孩子。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哭喊，也是因为他是天选之子，所以他的哭声更是直接导致外面的怪物痛苦地嚎叫了起来。然而，也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们将有能力对付怪物的时候，米迦勒却告诉他们根本不可能，因为孩子需要逐渐长大，能力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前往山的那边寻求庇护。可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孩子突然被绑起来的女人抱走了。他现在认为只要将孩子交出去就能获得安全，可殊不知随着孩子的安全受到威胁，外面上帝的声音也越发响亮了起来。眼见上帝就要降临，米迦勒瞅准机会出手了。见状不妙，米迦勒也只能将车钥匙交到吉普手上，并告诉他一定要保护好孩子和参透先知书。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先知书，但现在逃命要紧，好在有天选之子的威压在，所以外面的怪物没有一个敢对他们动手，并主动让出了路。而留在店内的米迦勒也想通过一己之力拦下上帝的另一个左膀右臂加百利，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天使之翼，在面对加百利的时候明显力不从心，凡间的子弹根本无法伤害加百利分毫，一通打斗下来，米迦勒也只有挨打的份。看着自己已经不是对手，米迦勒只能选择近身肉搏，但却没想到，就在他即将勒死加百利的时候，他居然捡起了地上的武器，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因为没有上帝的庇护，米迦勒被击中心脏后也直接化成了一道光。而随着他的死亡，正在开车逃离的吉普突然看到自己身上莫名出现了一些纹身，这时他也终于明白这可能就是米迦勒口中的先知书。然而也就在他思考着怎么办的时候，加百利突然从天而降落到了车底，没办法，他们也只能选择还击，但对方毕竟是天使，所以在一通努力无果后，吉普果断采取了最冒险的方法。只见他将车速提到最高之后，又猛地一用力踩油门。车祸过后，就只有吉普和扎利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只需要爬过面前的山头就能找到庇护。但也就在他们刚来到山顶的时候，加百利就又飞了过来。看着前面就是悬崖，孩子和爱人又命悬一线，吉普果断就从后面偷袭，将加百利拖了下去。虽然让扎利暂时安全了，但现在他也面临了加百利的死亡威胁。然而也就在加百利想要杀死他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光，接着拥有天使之翼的米迦勒就出现在了面前。从米迦勒口中才得知，他用失去先知书的代价换取了天使之翼。就这样，加百利成功被米迦勒打败，但他却没有杀死加百利，他放加百利离开了，然后又过来告诉吉普一定要参透先知书，并以此来保护天选之子。说完转身就飞走了。